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了解宇宙跟地球游戏规则升级你的意识，你就能可以成为一位真正的超级地球玩家。我是疗愈师月月。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有一个有关我觉得大家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熟悉，可是又很陌生的一个东西，叫做农民历。为什么会有农民历的诞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聊这个主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前阵子我妈就是在跟我讲说，宝贝啊，你们现在开公司啦，你们现在干嘛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农民历上面的一些，比如说移开工、移动土，然后移什么什么的。他就跟我讲说，农民历真的有很多奥妙，它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历法，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再去深层的了解它。然后他就鼓励我说，不然宝贝你要不要做一个主题，然后来聊聊什么是农民历。所以这是这个主题诞生的原因。OK， 你们对于农民历的停留的概念跟印象在哪里？清明节跟清明节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清明节？不知道，我就突然想到清明节怎么了？对啊，你清明节需要看农民历吗？要吧？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什么国庆日什么都是在农民，主要应该是什么立冬那些吧？对对对，你是吗？农民历跟日历不一样的地方原来如此。对，什么春分、秋分那个比较会看农民历。对，为什么它叫农民历？是因为古人他们主要是以农耕为主啊，对，他们主要是看天吃饭的，所以他们看天吃饭非常需要去了解，那这个整个天象宇宙之间的运作是如何运行的，才能够走在一个比较顺流路上。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有在务农跟农耕的，其实都还是会看农民历，因为农民历上面会讲说什么时候是适合收割。那为什么适合收割呢？因为跟你的天象天气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不是什么地球暖化还是什么吗？那个不会就是变化？会啊会啊会啊！现代的农民历是由天文学家跟历法专家给制定而成的，就是他们会看包含太阳、月亮跟地球之间的位置，然后你说现在的地球暖化，还有结合古法的天干地支整个系统，就是天文机构会出版一个统一农民历，然后让所有人透由这个农民历再去衍生你要的东西。这些农民历的诞生在现代是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运作、很庞大的运作团队在运作的，所以他们也会根据现在的可能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讲的天气啊，是的，然后有所变化。所以现在是跟你说农民历是有在合作的是吗？对啊，跟农民现在是跟那个嘛科学是的一起合作的，没错。因为以前的农民历是普通人，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去根据你对于天干地支的理解，对于宇宙观测的理解去做的，可是现在就是统一交给更庞大的机构来制作。所以之前是像维基百科一样，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更改，是不是？可是天干地支其实跟像维基百科一样更改嘛，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农民历它的历史是以前他们就是想要透过农耕的方式去了解说，为什么现在会是冬天，现在会是夏天，现在是春天，现在是秋天。其实春夏秋冬就是人们在观察这个宇宙的变化，就发现说好像有一个规律在耶，好像每隔3个月就会有一个新的季节出现，所以他们才开始去衍生出说，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庞大的运作逻辑。然后他们就开始观察，所以每一个农家自己都有一个农耕的模式。他们自己对，以前还没有农民历的时候，这么酷哦，因为自己制定一个，对啊，自己去观察，所以每一个人家里的都长不一样。应该是说以前他们怎么去观察天干地支的，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们立一个杆子，然后去观察太阳的移动。他说每隔1个小时会移动一点点，每隔1个小时移动一点点，就是时钟的概念。对，所以有点像是这个东西大家还没有所谓的时钟时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会透由自己在家里自己去观测。他说好，那现在大概是几点，那几点就适合出去打猎，适合出去农耕，适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只是后来就是集体意识的庞大嘛，所以大概在公元1600年前殷商时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出来了，统一的农民历出来了。只是后面前后还有改了很多，像现在我们叫做农民历嘛，但是以前其实还有完全不一样的历法，以前的历还有分很多种，所以就是透由时间的演化，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然后庞大的机构来制作所谓的农民历。没错。那当然，这个历法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这个历法其实就只是基于我们开始去了解每个日子、每个节气、每一个小时，它到底存在哪些规律，然后才出现的。那还有一些什么玛雅历啊，然后什么的，它又是完全在对应不一样的语言了。所以我们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聊这一块。因为光是我今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光是农民历应该就可以把它当一整堂课在讲。所以我今天呢就会把大概大家好奇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知道透由了解农民历之于我们而言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为何它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地球玩家，甚至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这样子的历法合作，然后才能够顺流的活出我们的人生。没错，但是呢，大家如果好奇更细节内容，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从殷商世代到现在到底有不同几个历法出现，那其他历法又是什么？我之后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在整理资料就突然有个想法出现，是我之后把它整理一整堂课，然后让大家来理解。然后我们可以先粗浅的聊一下，就是农民历的背景运作跟历史，这样子好不好？OK。所以我发现现代的人都没有在了解农民历了，对不对？没有。为什么呀？我只知道可能我的国历生日是12月9号，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的农历是几号。那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你们知道国历跟农历的差别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就是想说为什么要有分农历跟国历？对，因为你像国外根本没有农历跟国历，反正今天就是几号就是几号，为什么要？然后还有什么闰6月的？没错，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些最简单的，所谓的农历跟国历是什么哦。OK， 刚刚想象有提到嘛，就是为什么国外没有农历这件事情。对啊，为什么？好，它又是一个更庞大的东西了。我稍微讲解一下哦，因为呢，东方是农耕的环境，因为东方它比较湿气比较重，然后跟我们的季风，因为地球是倾斜的嘛，你们知道吗？对吗？所以在地球倾斜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的日照时间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它所形成的季风也不太一样，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东方它其实是比较依赖节气、雨水，然后这一些太阳的运作，然后去形成一个农业的文明。西方呢，他们又比较干燥，对。所以西方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来自于贸易节庆，然后甚至是有很多很多的战争。哪里的水果最甜？泰国。亚洲的水果最甜。你其实不会听到什么西方的水果很甜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本身我们地球它在跟太阳、月亮照射的原因，然后所形成的地理上的不同，所以才会有衍生的农历这个东西。农历跟国历差别就是一个是阴历，一个是阳历。那哪一个是阴历？农历跟国历其实它的最核心的本名叫做阳历跟阴历。OK， 好，到这里理解对不对？好，那阳历是什么？阳历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地球绕太阳一圈是365天，对吧？所以全世界的运作都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地球就是会绕太阳365天，然后形成了一年。那我们后有自转跟公转，所以它绕行的轨道会形成春夏秋冬这4季。OK， 能理解。那太阳历为什么叫做阳历？就是因为它就是在掌管阳性的力量，它在影响我们的外在的节奏。什么叫做外在的节奏？外面是冬天就是冬天，对吧？对。然后你就是会影响你那我必须要穿起衣服。那如果外面是夏天呢，就是很热嘛，脱掉衣服，所以你就要脱掉衣服。所以它有点像是那些外在的东西。所以阳历它其实就是在掌管我们显化、行动、外显，主导外在整个世界变化的，比如说天气啊、节气啊、农作物成长啊、日照长短啊，它是很直接。好，那我们来比较什么叫做内在的，叫做阴历，也就是说它是看月亮的。所以农历就是看月亮。懂了，算是看月亮绕盈亏的样子。那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初一15要看农历？因为农历就是看月亮啊。你说初一15为什么要看农历？对，然后要吃素这样。因为农历就是看月亮的。
我刚刚有回答吧？那为什么看月亮要吃素？就是为什么会有初一15是不是？对啊，OK， 初一15，好，我们来这个我们之后分一集来讲，我们来聊聊月亮的奥秘，但我先大概讲一下。好 ，OK， 因为呢，农历它就以月亮的盈亏为主，所以月亮绕地球一圈不是365天哦，是多少天？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是350，它是350几天，所以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太阳跟月亮它绕行的方向完全不一样，所以刚刚想问为什么会有闰月？对呀，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呢，明明月亮绕地球一圈是350几天，照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农历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新年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哦，是因为这样哦。对。所以我们就会有闰月，让它的那个季加上去。对，会有闰月的方式，然后把它加上去，去适应新的能量周期。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也因为它绕行是300几天，但是我们用阳历的运算标准的话，农历来看的话，它会有13个月。哦。所以为了要校准回来变12个月，好复杂哦。所以我们就，所以我才说这个要变成一个课程，你知道，我应该要摆个 PPT 在这里，好可怕。所以呢，那我们刚刚讲到嘛，阳历它代表着外显，月历它是看月亮的，一个看太阳，一个看月亮。所以农历呢，它就是透由月亮的形式去决定我们在每一个比如说满月、新月什么样子的月份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月亮会影响我们什么？内心。没错，内在的情绪，然后还有情感波动，然后还有潜意识跟内在的力量。所以农历呢，它所代表的其实是我们的往内看的能量。农民历它就是结合了这两股阴阳的能量，代表说我同时掌握了宇宙的外在节奏，也掌握了人类的内在节奏，所以这整个阴阳合力叫做农民历。哇，能够理解了哈？可以，尽量理解了，对不对 ？OK， 好。但是呢，我先说，我并不是说国外没有看月亮的这个概念，也不是说国外没有所谓的农历。那他们怎么看？他们也有，只是他们不依靠农历的节气来决定它的农耕。你懂我意思吗？那他们是靠什么？他们有另外的历，叫什么历？格里历。格里历，他们不叫农民历，但他们叫格里历。好，所以我就说很多吧，我们下次再讲格里历是什么。所以简单就是我们名词上讲的不一样，但我们事实上都有在跟太阳跟月亮合作。懂，只是你要用农民历的概念去说，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今天是新年的几号，所以他们是不懂这个概念的。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历，然后他们用他们的历去决定他们的节日、节庆，还有他们的一些以宗教为主的衍生，会在他的格里历上面出现。懂了 ？OK。所以呢，就你们可以看看，就亚洲是一个游戏规则，欧洲他们可能又是一个游戏规则，所以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我们所合作的都还是跟宇宙之间合作，只是我们跟这个宇宙合作的方式不太一样，它跟集体意识有关系。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没错，没错，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它跟什么样的集体意识有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东方有一个集体意识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有西方其实就还好。你看，就像西方不管什么门当户对，就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但是有很多的集体意识不一样。所以因为亚洲的农业文明太在乎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就是农耕社会，所以我必须得要讲究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成，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对吧？所以因为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它需要一套能够对准月亮，又对准季节，又对准气候，又对准太阳之间的历法。然后来支持这个信念。OK， 所以国外没有这样子的信念，所以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不适用于他们。所以它还是跟我们内在的集体意识层比较有关系。闰月理解了哦。我不理解，自己加上去的，听起来感觉是这样，就是为了怕那个啊，不是说过年会变成到夏天，春夏秋冬都会有过年这样。对。但是呢，我们也不一定，我必须得要说，我们再讲的更细节一点哦。我们为了让月亮的节奏不要太脱离太阳的轨道，所以古人他们每2-3年就会补上几天。
它其实是有个具体的数字的，就是如果我资讯有讲错，可以帮我补充一下。每9年会有5年的时候挑一些日子补上个2-3天。所以为什么会有闰2月这件事情？那是谁来做这件事情？天文学家们就是你知道制作农民历的人去决定的。那他们是怎么？他们是依据什么？就是依据他们观测的天象，他们观测现在月亮跟太阳围绕地球的轨迹，然后去精密测算哪一年需要做什么。对，那可能以前你们会说，那古人都没有这个精密的仪器，那他们怎么显微镜？我们就要说到，这就是古人的厉害。我们之后可以再讲一期有关于还是其实古人的眼睛可以看很远。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用那么多高精密的科技做到以前古人好像不需要这些就做到的事情，包括金字塔然后包括很多它其实是超越蛮多我们现在的物质认知的，所以我们之后再做一集去讲这一块。OK， 做不完真的做不完那宇宙的地球知识就是如此的奥秘庞大，太庞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这里是 Podcast， 我们就稍微讲一点就好，稍微讲一点就好。所以呢，闰月呢，虽然表象是不然来加个1-2天好了，这叫闰月。我今天想加2天，好，那先加2天好了。对，但其实不是的，不是的，在更深一层次的灵性成长上是，其实在这2-3天也象征着整合、修正跟重新设定意图。所以那2-3天加上去，并不是说那不然再加个，而是说那我们加上去的这一天其实还有特别的作用。闰月的时候那几天特别适合内观反思跟疗愈自己。有多一天那会有少一天吗？你说有多一天那会少一天吗？对，好，天数呢它一样是跟那个你绕行的状态是有关系的。你说未来这个地球的轨迹会偏离轨道吗？我觉得不无可能会偏离轨道。对，只是我相信当偏离轨道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谁跟我们讲的？天文学家跟我们讲的。那如果天文学家想隐瞒呢？就不会知道了，就也不会知道。所以你说就是有没有消失的一天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无可能啊。对啊，能够理解。懂。好，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了解农民历核心上对我们灵性上的成长，其实是我们如果知道夏天来了，我们就可以做夏天该做的事情，冬天来了我们就可以做冬天该做的事情。所以有点像是说这个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运行规则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地球绕太阳一圈一定是365天？因为它有它的轨迹跟轨道，它会整个掌管这个银河系的上面的人，他们是不会让一些规则被打破的。那如果哪一天这个规则需要被换一个规则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整体的集体意识也改变了。能够理解？可以。没错。你们会好奇为什么闰年要加在2月吗？为什么不要加在其他月份？闰年？对啊，闰年6月不是也有闰6月啊？也会有。但是为什么会有闰2月？就是每4年会加1天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闰在2月？你们会好奇吗？为什么那一天多出来的用意是它跟那个补足冬天有关系。那为什么7、8月放暑假的时候要都31天呢？对吧？好难哦，因为像228为什么就只有到2月28号？对啊，然后为什么29、30、不是1月大2月小吗？那为什么7月大8月也大？那为什么我们又有加天又要减天的问题呢？就是各种加来加去有的没的。我先讲阳历跟阴历，也就是所谓的太阳历跟农历，他们的运算规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以太阳历为主，就是365天，但其实不是365天，是365.2444444天。没有办法出境，我的天啊，没办法。月亮历呢，就是阴历呢，它是354天，等于说少了11天嘛，对不对？11到12天这样子。OK， 所以呢，以农历来看的话，我们就是有时候会闰6月，有时候会闰2月，就是我们就选几个月份，怎么去看那个月份呢？就是也是根据太阳、月亮的周期去看，然后去加，每年再加个2-3天，当做闰月，然后补回那11天这样子。OK， 那我相信大家对于农历加几天这是没有体感的，对啊，因为我们没有人在看农历的，对吧？但是事实上，你们去研究看看，那个农历是会加个几天的所以你们就会发现，以前的那个过年是1月嘛，现在慢慢变到2月了。
对，反正就是加减，他们不会让过年是离开1月跟2月的，然后他就会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如果你是看农历的人，你其实就会知道，今天日子又增加了，今天又怎么样了，OK。但是呢，农历是一个游戏规则，太阳历、阳历又是另外一个游戏规则了。我们刚刚讲到嘛，太阳其实运行，我们地球运行。太阳的轨道是365天点244444444，所以2月的闰2月每4年闰一次，就是为了要把那个多的东西补回来。能理解了。那个2444不在4年后的，没错，因为它比历法多了这些嘛，它背后其实有个运算逻辑，所以你就可以看那个24444，大概4年，这个2444可以成立一天，对，就是这个概念，理解了哈。所以每4年会多一天去适应这个节奏。哇，就是这样。好，懂了。我跟你们说，以前的人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精密的仪器，所以他们都是凭感觉在测量的。所以他们怎么凭感觉测量？在以前古罗马时代一年没有365天，在古罗马时代一年只有304天。怎么差那么多？体感嘛，来去感受。冬天3月那什么冬天是12月然后那就冬天大概是60天吧。然后自己想大概多少，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历法一直在变，一直变，一直演变。然后而且以前是10个月而已以前不是12个月，这样时间过比较快耶。但是这个又衍生到一个新的东西，是以前的时间跟现在时间的确运作模式不一样。他们一天也比较长。对，真的吗？对，好，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咯。天哪，我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了。我们这一集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一集，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光是从农民历就可以知道宇宙的奥妙是多么的庞大。好混乱哦。没错，因为以前的历法跟现在的历法运算的模式不一样，然后种种原因，跟古罗马世代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偶数不吉利，所以呢，他们就是都用29天31天然后来。对，没错，所以总天是355天。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又是看月亮历，反正后来看一看，就发现说怎么排都不能排，都没有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数字，就是怪怪的，是吧？对，那我就让你2月28天。那为什么要2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前古罗马时代，他们又在那边加减，发现一年不是305天呢，是355天呢。可是355天要平均12个月，分不出来是吗？分不出来，那我们就来个2月来当28天好了。原来是有人觉得2月当28天就。那还有一些逻辑啦，就是对他们来讲，1、2月就以前不是10个月吗？1、2月是多出来的月份，他们又拿这个多出来的月份去当牺牲者，去当28天。莫名其妙，对不对？是的，没有逻辑。以前的人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想干嘛就干嘛对啊，因为这个地球是我创造的嘛，我想要用什么游戏规则，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是创造游戏规则的人，是地球玩家。对，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你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对，没错。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有很多一些人为上人，然后又有一些有的没的上面，所以以前的历法很混乱，只是因为现在多加了科学科技，然后才让一切东西就是有一个更明确精准的数字。就比如说我们开始算得出太阳的轨道啦，我们可以算得出很多很多东西啦，那我们就是根据以前的逻辑概念结合现代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历这样子。可是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有看过东方农民历的人那个农民历很密集很复杂，因为它结合了不同的观点，天干地支的观点，又有反正像你们应该在上面有看到什么白青龙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些神去护持今天，就今天守护这一天的神又是谁，然后就是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可是这些全部都是人性衍生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八卦也是看农民历吗？八卦是不是看农民历八卦是看天干地支，但你说是不是跟农民历有关系？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透有农民历结合天干地支的概念，进到所谓的365天里面。懂。对，但是所谓的卦象，然后八字、易经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看天干地支这个系统。所以跟农民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农民历不等于天干地支，天干地支也不等于农民历，他们是一个独立出来的系统，只是又结合在里面。
去运作这样子。 OK， 能理解了齁？可以好，所以呢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农民历？其实我们要知道说，无论是太阳历，无论是月亮历，他们都有它隐晦背后的能量运作。很多时候就会说，那上面的农民历显说今天宜做什么，忌做什么，它其实甚至是结合了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的运作来看的。那你这个人今天选择出生在这个节气这个天性，你就会自带着这一个节气的能量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的命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那个命除了八字上面看到的，更多的事情是你在今天这一天出生，回去看你的农民历，你明白了你这一天出生农民历的一切规则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像有一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月份不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在某一个特定的节气，某一个特定的属性里面是不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有相克相生的一个问题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个历法后面庞大的内容跟知识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收获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知命用命。结合到我们之前讲的命理学那一集，就比如说金，你今天是属金的人，你那一天出生就是金的能量。好，那金生水嘛，所以在那一天你就是比较适合冷静的将你的内在转换成智慧，所以那一天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冲动做决定，你更需要内敛的收着。那可是你那天如果要做决定的话呢，不是你的流，所以如果你要抵抗这个流的话，就会有克出现了。哇哦，好想要查哦。你说很想要查是吗？很想要查。可以去查，它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系统，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了解看看。因为我以前在学八字的时候，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搞懂天干地支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搞了很久，我都还是到现在都还是搞不懂。我还是把一些我以前学的东西慢慢的下载回来，慢慢的下载回来，但它真的很不一样。但这期 podcast 也不是要让大家来搞懂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课程都在教这个东西。录制这个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最终我们要回归到一个观念的事情是时间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时间真的存在吗？我觉得不存在。我是觉得不存在。但是你就是活在这时候，就是还是会看时钟。我要迟到了啊！没错没错。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时间它存在的目的只是数字而已。 OK， 今天就是10月8号，然后现在就是下午5点左右，所以天色要暗下来了。感觉在这个地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我跟你约了一个时辰，然后我们一起去咖啡厅，没有时间，然后可能我早上去了，然后你晚上才去。没错。所以时间它存在的意义其实主要是为了要有一个认知对齐的概念，就跟金钱被创造出来，就像是这个对我来说100块，但对你来说可能是300块。可是如果没有100、300这种数字化概念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认知不同，我们就很容易彼此之间的交流是很模糊的。时间也是，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知道说3点是几点，几点是几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确保我们之间在交流上的认知一致，那就比较不会有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跟麻烦。所以它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认知一致，它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要我们去追赶时间的哟。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在30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来到一个所谓必须得要某一个成就，对，你好像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外显条件，然后或者是外在条件，你才能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大家活在时间的观念里面会有的误区。但是其实高龄一直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时间完全都不是用来推算的。30岁这个东西也只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地球活了30年，就这么简单而已，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活了30年跟活了20年，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把它用一个最简单的状态，经历不一样。 OK， 那经历不一样会定义你成功跟失败吗？不会。你觉得会吗？我觉得会啊。为什么？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到身边的人又是比较。对，没错。如果我们拿时间当一回事的话，你就会去比较10年前的我。对啊。可是如果时间不存在呢？就像是你会跟昨天的你比较吗？会看一下自己昨天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吧。但你会跟他比较吗？不会啊。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跟别人或者是自己的10年前比？不知道就是会有那个压力在。为什么是跟10年前的自己，而不是跟现在可能你身边的人比较？
无论是跟现在身边的人比较，或是跟10年前的朋友比较，或是10年前的自己比较，当这个时间一拉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昨天也没什么好比的我要比就是跟好久以前的自己比嘛，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计算的时间里面，但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历法，这么多农民历，你看以前的人也没有365天啊，我想要活365天就活365天，所以时间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你想要活在哪个时间线，你就活在哪个时间线里面。当你理解时间的奥秘，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又有天干地支，为什么又要有这么多庞大的农民历呢？又要看月亮，又要看太阳呢？时间它存在的目的的核心，其实是我要跟着能量运行做事情。OK， 什么叫做跟能量运行做事情？在人类以为外在的钟表在走的时候，但其实在灵性的维度里面，是你的意识频率的震动在推动，你的意识加速，你的时间就会变短；你的意识静止，你的时间就会变宽。这是什么样具体的意思？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你活在一个你很享受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时间会变快，对吧？但是如果你不享受你的时间呢？度日如年。没错，所以时间其实在我们甚至我们体感上都是不一样的。对啊，就算你今天告诉我现在太阳升起叫白天，太阳下山叫晚上，那也只是外在的东西告诉你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这个地球需要一定的游戏规则，规则是存在的。可是呢，你真正要 follow 的规则不是白天晚上，是你内在的状态的振动频率。当你内在的状态变了，什么样的状态？你享受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快，你不享受的时候时间就会变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集？我们要讲这一集，其实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重新校准时间的时代了，因为地球的频率已经不是线性的在发展了。已经不是线性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跳跃平行时空的能力了。好比我来讲好了，我现在的状态是我决定要做哪件事情，它就会发生。举例来讲，我那时候不是去澳洲吗？是，对吗？以一个所谓整个社会规则来讲，我们办一个活动至少2个月前才能够让它发生，对不对？对。可是我那时候去澳洲开课，我才花3个礼拜我就让它发生了，对吧？那很多人就会说啊，一定是月月你很厉害，一定是月月你有足够的累积，一定是月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我这里很相信它一定会发生。我这里非常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就像是你让10个人去做同一件事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时间是一样的，背景是一样的，我们尽可能找到一样的，它都不一定有一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转变成一个多维度时间的一个状态了。什么叫做多维时间？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是说你出生下来你就应该要遵循，比如说一定要大学毕业才能出去工作，你一定要成年之后才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到说，现在你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去做了。想到就去做，你只要想要，你就可以去做。因为呢，现在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线性，线性叫做什么？它也只有一条线。规律的对，现在过去未来就只有一条线，但不是多重时间线的意思，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它有100万种可能性已经展开了，你就是选择哪一种可能性就好了。那为什么以前的人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对以前的人来讲，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固定思维，很庞大的集体意识粘着在一起，因为以前有业力的关系，所以业力重叠跟业力结合在一起的关系有点变成说，我就算一个人想要，身旁的人跟我说我做不到，所以我也会相信我做不到。可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是大家的业力已经开始松开了，大家彼此之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纠结跟纠葛了，所以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我的决定，我的状态已经不会因为任何人来影响到我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已经慢慢松开这个绑在一起的状态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状态。理解了？好，你有什么问题？就是我想到你昨天跟我说的，你说我肚子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家族业力，然后呢，没错，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为什么会这样？好，家族业力为什么会这样子？业力它会形成，它是来自于很强大的信念。好，什么样子庞大的信念？就像是每个人应该都会经历那种受害者情节，对不对？就是做这件事情，我是受伤的。对，所以你必须要跟我道歉。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被植入进去一个很重要人类要必须过的关卡。可是过去你的家族没有过这个关卡，
所以这个很深的信念，就比如说以你来讲，你体内有一个母性的连接，是来自于我应该要委屈自己成就别人的这个信念。所以这个委屈自己成就别人的状态，可能过去这整个家族线一直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一块的连接，所以它会世世代代的留下来。好，那解法是什么？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最大的改变方式是你能够也突破这个框架吗？你也会经历很多你觉得你是受害者的时候，那你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独一无二的剧情里面突破吗？跳脱出来吗？你做得到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改名字这件事情，你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去改名吗？可以吗？是不是？我再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么心虚的说？是不是不太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人类的扬升路径差不多是觉醒状态都是一样，你会遇到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当这个东西，例如我妹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当这个东西在我身上，那是不是就是我应该要来解决这个家庭的事情？没错。然后是在我身上，没错，因为他知道你要觉醒了。对，没错，原来是这样。所以你觉醒的是不是比较轻松一点？每一个人的觉醒时间点都不一样，但是最终我们都会觉醒。觉醒是一波又一波的，它不会让一次性让大家都觉醒，因为会太庞大。就比如说你让所有人都挤在同一个时间吃饭，它会有供应的问题。对，就这个食堂不见得可以供应这么多人，就跟现在一样，现在出现能够疗愈别人的人大概是还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会一波一波觉醒，不会让所有人都一起觉醒。对，所以对于你来讲也是这样，你的觉醒机制是这个，你妹妹有你妹妹的觉醒机制懂了。OK， 你可能也会想，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哦，因为我刚刚有读到你的状态是，你已经是一个不太会有一些受害者情节的一个状态了，但又回到很人性的改名。你也没办法坚持自己。我有跟他们说，没有，我不管，我今年就是我今年就是会去改名这样子，可能没有改历程，改成怡珍。对啊，很有趣，这也是一部分妥协啊。你为了要去对，所以这就是你要经历的东西。你能不能不妥协自己？我懂了。你想要历程这个名字，就用历程这个名字，对吧？那你能不能用怡珍？就怡珍就换一个名字，可能他们比较能够说服得了他们，可以，那代表说这个功课没做完。那我快点做完，会有下一个功课继续出现。好，懂那个意思了。懂。所以你内在的确有这种，所以你腹部的能量运作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来是好。所以要怎么解业力呢？解业力有很多种方式，但最终的事情是你能不能突破。你能不能真的也改变？你可以找很多疗愈师帮你去解除业力关系，我也能够帮你解。但是如果我帮你解了，你的能量依然没有回到那个共振频率的话，那这个契约会回来的。会懂，香香就是会爆。香香干嘛特别看着我说？你说啥？干嘛特别看着我说？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时间线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说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的维度，我们要展开的层次完全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不变，就是我们要懂得跟地球合作。所以农民历在讲的所有一切节气、天干地支、阴阳五行这些古老的系统，它都不是迷信，它是有它一定的运作逻辑的，有规律的东西都是地球的基础法则。包括八字易经在讲的所有规律的东西，我们都要去了解。因为那些规律就代表说它会是一个你在这个规则之内共振，这个规则背后的能量频率，你就是在跟宇宙对齐。那你跟宇宙对齐，你就会成为时间的创造者，而不是被时间追赶的人。为什么这个频道叫地球玩家，就是因为让大家更知道说这个地球其实有很多值得去了解的游戏规则，当我们了解了之后，你就可以改写它。当你能够改写它，你也在改写你的命运。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好像我要听天由命，我人生出生就是如此的悲惨。没有的。所以呢，今天最后要给大家一个很大的祝福是，我们要去知道那一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今天是10月8号礼拜3，类似这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背后都有一个很庞大的能量运作原理的时候，当你可以相信并意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恭喜你，你就已经开始在跟宇宙合作，你也开始在跟自己合作。那跟宇宙合作跟自己合作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开始有节奏的在生活，你会开始
有觉知的在生活，你会开始带着这一份觉知，然后去感受更多生命的色彩。为什么呢？因为觉知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活着。而这份活着的力量是你来地球体验最重要的源头，透过活着的这个生命体验去开创你的人生，这才是你来地球真正的目的。OK， 你来地球是要想起来你是谁的，而不是听天由命，随波逐流。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抽取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期 Podcast 听众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抽取的是那个猫猫神谕卡，是可爱画风的猫猫神谕卡。好，我们抽的是是太阳牌耶！哇哦！那这一集要给听众的祝福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抽到的太阳，太阳它其实就是代表着清晰、你的生命力、你的真理、你的显化、你的喜悦，所有你外在条件的这些东西，对吧？那它其实也代表着光，太阳光的意思。那光在抽取这张卡牌也要跟大家讲到说，光不是来自于外在，而是你的内在，它是意识层的光。也就像是时间一样，你以为今天过一天是一天，对不对？没有，你可以决定你今天要过得多精彩，这个就叫做内在的意识层面的光。所以呢，这张卡牌出现是在跟你讲说，你正在经历一个意识的升级，就像是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你的人生也有你自己的节奏，而这个节奏不是被太阳的东升西落给限制的，而是你灵魂那个意识光所决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这么多，太阳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你看为什么地球要围绕着太阳转？就是因为太阳它有一个很庞大的原始动力能量，所以我们吸收这个太阳的原始动力能量，你的内在的生命也会开始转动。而太阳呢，它是365天一直都在发光，它不像地球一样会你知道转一圈发现我看不见太阳了，没有，它无时无刻都在发光。所以抽取这张牌很共识，它就是想告诉你说，活出你充满光的样子，那时间它就会不存在。OK， 所以祝福大家，我们在时间的游戏里，我们不要再当追光的人，而是成为发光的人。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让我们一起升级吧。祝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